今天我们画一个，这是个斗方的4尺斗方，这是68×68的啊。我们画一个雪景。我们同学也说那个留白的方法怎么去画？我们今天画一个这个留白的处理雪景的方法。我们画这个雪景山石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把笔调大墨，调大墨以后啊，把笔控制的水分，对吧？稍微干一点啊，对吧？哎，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稍微干一点。你看，先用淡墨。你看啊，先用淡墨画出这个左下角这块山石啊。淡墨勾出这个轮廓来，对吧？先勾一个这个山石的简单轮廓，然后啊，淡墨干笔，皴一下山石这个，下边这个暗的结构啊，比如上面是白雪，对不对？我们上面留雪的地方留白，对吧？用淡墨啊，淡墨干笔，你看上方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上面有积雪的地方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留白啊，这样去留白，你看，对吧？我们把山石下边这部分用淡墨干笔擦出来啊，擦出来，你看这样擦出来，然后再用淡墨，擦一下这个上面这个雪的，有露出的地方，那石头它这个凹凸不平的，对吧？我们用淡墨干笔擦一下，你看这个结构啊，我们只画这个，哎，山石，就是说暗部的这个结构啊，落雪的地方，你看，大概的落雪的地方，我们就用淡墨勾下就可以啊，把近景的山石，哎，先勾出来，你看啊，先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，这就是我们中间是安排我们这个雪景的房子这个地方。你看房顶的时候啊，淡墨对不对？先把房顶的位置先勾出来。你看啊，先勾一个淡墨，看啊，先勾，先把积雪的，先把房顶积雪的位置，哎，我们先用淡墨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，你看啊，它是上面的结构啊，先勾出来，然后下面房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淡墨，你看啊，我们前2天画的雪景，对吧？都是那种，呃，东北的那种起起级的那种房子。我们今天画的是啊，我们河北太行山附近这个，那种平房它的雪景。看啊，先把房顶用淡墨画出来，你看，
先画出它的房顶结构啊。先用淡墨画出下边这房檐儿，对不对？画出房檐以后啊，勾出来。哎，你看啊，先把房檐勾出来，上面积雪，用淡墨啊，用淡墨，哎，稍勾出大概的位置啊。哎，先勾这样啊，先勾这个结构。先把什么呀？我们先把这个房顶上的这个积雪先画出来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先画出来。我们注意，就是我们这个画的这个太行山的这个房子呀，哎，它都是个平顶的，哎，平顶的那种房屋，哎，就是那种平行线，哎，过来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看，它就是像我们画这个东北那个起集的房子，还有江南的房子，它都是哎铺的瓦，哎，我们北方那个，对吧？我们太行山这样都是那种哎平房，哎，你看啊。积雪，看啊我们留白，这积雪就是用淡墨啊，先把这个房檐的这个位置先勾出来。你看啊，用淡墨，哎，勾出来上面的结构。你看，哎，用淡墨啊，表现这个积雪，房上的积雪过来，然后你看啊，我们先就是你安排这个房上积雪的时候，你得对吧？它有一个有正面结构，有侧面的，哎，你得要掌握它建筑的这个方向啊，你看建筑的方向，过来，过来一个，穿插一下啊，它里边也有这个，哎，过来看，我们要用淡墨画上面，你看啊，积雪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你看一定要淡墨去画，哎，先把这个房顶的积雪我们先表现出来，对吧？先表现房顶的积雪。过来，哎，看画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上面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对吧？都是淡墨啊，哎，先用淡墨，哎，先画出这个房顶的结构，哎，先把结构画出来，看，然后上面积雪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用淡墨，哎，勾一下，哎，得勾一下啊，哎，勾一下就是你有留白的地方，
看看啊，你看，就是说我们上面留白的地方都是房顶上的积雪，说你得有一个，对吧？它积雪厚度，你用这个淡墨去勾出来。勾完以后，对吧？勾完以后啊，我们再画下面的结构。你看，画我们下边这个墙面的时候，要用重墨啊，要用重墨去勾。你看，我们画下边结构的时候，前面，哎，这是个大门口啊，你看，用重墨勾出来，哎，简单的勾出一个，大门口，上面虚下来，勾下面结构的时候啊，你看，勾下面结构，对吧？墨呢要重一点，要重一点，它形成一个明显的这种黑白对比啊，哎，这个是这个墙面，对吧？墙面勾，你看它山里边那个这个墙啊，它都是有那种大小不等的石块，对吧？大小不等的石块垒的那种墙面，你就对吧？我们前一段勾这个江南那个水乡，它地基也是啊，你就构这种长方形的结构啊，你看，长方形的结构，勾出来，你看勾完以后，淡墨，稍擦一点，稍擦一下啊，擦出这个山石的那种粗糙，对吧？粗糙感觉，大门洞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大门能勾出来，用重墨，稍微的重墨，哎，把这个大门染一下，看，这样染一下，你看勾这个，勾这个，侧面山墙，下来，先勾一个结构啊，结构线，先把结构线勾出来，对吧？再勾里边你看这种，对吧？它这种砖墙，我们就勾这个长方形啊，大小不等的长方形，你看，简单的勾出来，就这样去勾，你看啊，我们这是表现这个小山村的这种，下雪后的，对吧？它是以小山村这个建筑为主的，你看，哎，侧面结构下来，窗户留出来，看，尤其我们画开这个什么地方啊？你看啊，用房檐的下面的时候，你像表现上面积雪的时候，对吧？用重一点的墨，你看啊，哎把房檐的地方用重点的墨，把它擦下来，把它擦下来，你看，你下面的墨重，对不对？衬托在上面的我们房的积雪越明显啊。
对不对？哎，下面沿着我们大漠的地方啊，这是大漠，哎，沿大漠向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擦这个结构啊，嗯，这边也是啊，先画一个，把窗户位置勾出来，窗户位置勾出来，然后画里边墙的结构，你看啊，勾的时候啊，你看，不要说勾的啊，你就说特别规矩，哎，你就勾这种长方形，哎，你就随意的勾这个长方形就可以啊，哎，那就这样去勾啊，哎，长方形，你可以就是说，对吧？不用说画的那么规矩啊，我们不是说这个搞建筑的画那么规矩，哎，就是画的哎，代表一下，哎，一看就是说像那种，对吧？像那种山墙就像，就是我们山里面垒的那种，哎，小石头垒的那墙那种感觉画出来就行啊。画完以后，干笔一擦，你看，干笔一擦，尤其房檐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对吧？你看上面是积雪，我们用淡墨表现的积雪，哎，勾一下，用重墨，你看，哎，这样一对比，是不是？你看一对比，我们是不是？哎，上面这个房檐上的积雪，对吧？就比较明显。你看后边儿，哎，简单勾两笔，哎，你看，你勾两颗长方形，就这样一擦就可以。哎，最主要的是啊，我们要体现房上积雪，一定要把这个房檐的下面，你看啊，一定要重墨去提一下，哎，加深一下啊。你看，就是房檐的下面啊，这个结构，哎，要用重墨上来一点。你看它的建筑啊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再画正面结构啊。你看，这是正面结构，哎，窗户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先安排窗户出来，哎，然后哎，一个门儿，然后再一个窗户。你看勾这个下面结构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房顶上是用淡墨去表现的，但是下面呢，我们的这个结构啊，你看啊，用墨呢稍微要重一点，一定要重一点啊。哎，勾个结构，哎，看勾这个下面的窗户啊，还有门的结构啊，对吧？一定要重一点，用墨。勾完以后，还是啊，哎，下面它这个建筑的墙面哎，用这个哎长方形的这种石块哎勾一下，
打勾一下。勾完以后，你看啊，勾完以后用重墨，对吧？沿房檐儿把下边的结构，哎，用重墨染一下，哎，稍染一下。你看到前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前面这个结构，你看到这时候，哎，我们要留白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用后边的这勾的这种结构，你看勾的这个装饰结构，哎，去衬托前面房上那个墙上的积雪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衬托啊，哎，这样去衬托，哎，结构重一点，你看勾的时候啊，你看就是勾这种，哎，长方形，对吧？这都是用这种哎长条石我们垒的这个墙面儿，哎，你看勾完以后，哎，就用这个重墨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们画这个积雪，就是房顶上积雪，房檐下边这个墨呀，哎，一定要重一点，哎，一定要重一点，看对不对？这样去啊，去留白，然后用后边的结构去衬托，也画这个结构，哎，来一点。哎，勾的时候啊，你看勾的时候，不要求勾的说特别工整，哎，那样反而呆板。哎，勾的时候我们随意一点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随意一点，哎，随意一点去勾。哎，这是个，你看，这是个侧面，对吧？然后这是正面，你看要分出它这个建筑的，对吧？哎，这正面结构，这是侧面结构，我们先分出来，先分出来。这样看，我们这个一看这个建筑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个完整的。那上面个面儿，哎，正面、侧面，哎，先分出来，先分出它三个结构，哎，下来，哎，这是一个，哎，哎，这是这个，看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房顶分出来，它的前后结构，后面的窗户，哎，看稍微，你看我们画下面的结构的时候啊，不管画这个窗户啊还是门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用墨呀，稍微重一点啊，稍微重一点。哎，看前面那个你画这个石块的时候，可以，对吧？那个结构可以大一点。哎，到后面你看啊，到远处的画远处这个建筑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画的结构，哎，稍微小一点，哎，稍微小一点，哎，把它擦下来。哎，你看我们留白的时候啊，留白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，
稍微小一点。哎，看是这样的结构啊，这样一个结构。哎，这也是一个侧面结构。哎，先把这个侧面画出来。哎，然后再画正面，这也是啊，这个也是向左的这个房屋的方向，哎，是向左的。你直接看，像后边这个结构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用重墨，哎，重墨去擦一下，哎，哎，你看啊，对吧？尤其是我们做后边的结构的时候啊，要衬托前面积雪的时候，哎，你上这个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控制的水分，对吧？控制的稍微干一点，对吧？一定要干一点。你看，如果是用这个，也可以用这个，你看，用这个反水的方法，哎，你把房顶上啊涂上这个白矾水啊，哎，这样你染这个染墨呀、染色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流不出来，对吧？它这个很自然的，你就上不上颜色。哎，后面啊，哎，这后面的远处这个房屋的结构，到远处以后，我们看就不用说交代那么清晰，哎，简单的画出窗户啊，就用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墨，哎，去画一下这个窗户，还有小门儿就可以啊。你看，哎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稍微小一点的，对吧？这种小的长条石，哎，简单的勾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简单的勾一下也可以，勾一下也可以。哎，勾完以后，对吧？你看勾完以后，哎，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干笔，你看啊，我们勾这个擦的时候啊，用重墨擦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稍微干一点啊，不要太湿。嗯，哎，画到这个前面这个房顶上这个积雪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用淡墨、干笔擦出来，哎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淡墨、干笔擦出来，看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积雪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留白，然后靠我们画近景的啊，近景山石，哎，这一个向上的，对吧？向上的一个小，就是村中的小路啊，这是小河。你看，我们先用重墨，你看啊，重墨去画出这个一个小的台阶啊。你看，哎，重墨上来，你看啊，过来一个结构，你就用重墨去体现啊。过来，你看啊，对吧？这就是靠近河岸的地方。
哎，这是靠近河岸的地方。看我们也是啊，画河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前两天画雪景，这河也是啊，对吧？河水它颜色是比较深的啊，也比较深的，我们就用哎这个墨，哎用重墨浓一点的墨来去表现小河。你看，哎，这呢就是我们对吧？下过雪后的河滩，对吧？小河滩，看这我们讲啊，哎过来。看我们这个，对吧？你看到我们房檐的下面下过雪以后，哎，比较湿，我们可以用哎稍微重一点的墨，哎去擦一下啊，稍擦一下，哎哎，看这就是我们哎在小河边儿，小河边儿，你看小河就是用哎稍微重一点的墨去代表下过雪的这个河面啊，哎后面你看啊。村庄的后面，我们安排一些小树，画枯树啊，对吧？我们要讲究画这枯树，哎，重墨一定要用重墨啊！你看，哎，重墨去画，哎，安排几株这个枯树啊，我来看后边，我们画后边的树的时候啊，看要表现那种冬天那种，哎，枯树就得要稍微用墨干一点，哎，用墨干一点。不要太湿，哎，一定要用重墨干笔。哎，穿插一些，你看，也要它有高有低啊，哎，有高有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画啊，重一点，你看啊，把一定要处理这个后边的树的时候，哎，一定处理的稍微墨色让它重一点，哎，小的树丛，哎，下来。小树枝，你看啊，可以加一些小小的这个，哎，树枝过来，哎，你看画这个枯树的时候，对吧？就是我们，你看如果我们画这春天呀，也是春天、夏天都是从这个枯树开始练起，哎，
先画枯树，然后再掌握好穿插它的前后关系，然后我们再长叶子啊，对吧？都是从这个枯树开始，起手开始练习。完成以后啊，我们用这个淡墨，看啊，淡墨画一下这个树后边的这个，不是我们这个房屋后边小的树丛，就是为了我们衬托啊，对吧？我们衬托前面房上这个积雪，对吧？用淡墨干笔稍擦一点，稍擦一点。你看，我们讲的这个留白和这个衬托法，看用淡墨啊，淡墨干笔，稍擦一下，你看，稍擦一下，稍擦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上来一个，你看啊，看用淡墨干笔啊，你看用淡墨干笔，我们擦一些后边这个树丛。老师可以把手斜一斜，镜头挪不了啊。看淡墨干笔啊，你看这样去擦一下就可以啊。这是我们留的垂烟，你看，留的垂烟擦出来。你看啊，完成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完成以后，把这个房檐的下面啊，稍加一点，你看，稍加一点。看到后面啊，你看后面，我们就是说衬托前面房顶积雪的这个树丛，我们用淡墨，你看用淡墨渲染一下，稍渲染一下，来一点，稍微渲染一下。染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我们靠近房顶积雪的地方，要仔细一点，稍微的，仔细一点，你看，稍微仔细一点，这样去染啊。我们要保持它这个房顶上积雪这种，对吧？留白要明显一点，过来。然后啊，你看，就说雪中的脚印儿，对吧？你看，用淡墨，点两个小脚印儿，下面就是远山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山村小景为主的啊，远山，看啊，简单的
我们用淡墨画一个结构，哎，简单的画个结构就可以啊。看，哎，画一个小山头，一个小结构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哎，简单的我们勾一个结构出来。哎，勾个小结构。下面啊，你看啊，勾完结构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下面啊，哎，就是哎虚下来，哎，再虚下来，哎，看，哎，勾一个小结构，下边虚下来。干了以后，对吧？你看前面，哎，前面干了以后，局部的，你看我们这个窗户的地方，哎，稍提一下，哎，稍提一下，让它就是说提了以后，对吧？让它窗户地方比较明显一点，对吧？我们能看出窗户的地方加一点墨，哎，这个不用加。看后边，哎，来一点，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去提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稍微重点的墨去提一下，哎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哎，让它稍微重一点。你看，我们这个黑白对比越强烈，哎，我们这个房顶的积雪越明显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房檐下边这个结构，你看，哎，这个结构，哎，稍微加一点，哎，稍微加一点，它是不是啊？你稍微加一点，你加的这下边的，哎，结构越黑越明显，它这个白雪，对不对？体现的，哎，越白。你看啊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处理这个墨稿，对吧？你处理的比较到位的话，哎，到时候上颜色，哎，哎，稍微上一点颜色就可以。那下来，哎，少来一点，少加一点，你看啊，嗯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加的这个房檐下的这个颜色，就要墨色越重，哎，它表现的这个积雪衬托的越白，对比越强烈，是不是？你看淡墨啊，哎，你越加深这个积雪这个下边这个衬托的这个淡墨，哎，来一点，
稍微调整一下啊，局部调整就可以。哎，局部调整就可以。哎，这是我们下过雪以后的啊，对吧？这下过雪以后，嗯，小的树枝来一点，哎，上来一点。你看，近景的山石，哎，不明显的地方，看我们可以加一点。如果觉得你看啊，近景的山石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少来一点。对，这，对对，这是我们就是说，你看，就是山坡啊，小的这种山坡，小土坡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是一进山村，哎，它有这种小的这种土坡，在我们这个房子的前面，我们安排一个小土坡，哎，安排个小土坡，没有一直，哎，一直我就用这个中号的这个尖毫，你看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重墨，你看，它就把上面这个，对吧？山石上面这个积雪，哎，就能衬托出来，哎，就能这样衬托出来。哎，来一点，好嘞。哎，看啊，勾完墨杆以后，哎，稍亮一点，稍亮一下，我们再上颜色，哎，局部的调整，哎，这是我们留白的这个画雪景的方法，哎，啊，是这样的方法。如果说，哎，留白，你觉得我这个上面的雪控制不好，对吧？你可以用这个我们家的反水那种方法，哎，先把黄的地方用反水，你先染一下就可以。可以。我们这个雪景照色啊，呃，还是以赭石花青为主啊，赭石花青为主。赭石，你看啊，我们先上这个建筑的地方，哎，房子的地方啊，先上赭石。赭石里边，你看啊，我们画雪景的话，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，看啊，赭石，哎，上来一点淡墨啊，调整成这种赭墨色，哎，让它赭石哎稍微暗一点，对吧？不要那么亮啊，对吧？稍微暗一点，对吧？你看房顶雪的地方有积雪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染啊，染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哎，染在我们对吧？这个墙上，对吧？墙面上，哎，上到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哎，上到这个地方啊，赭石，哎，来一点。
对吧？你看啊，就上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就用这个赭石加淡墨啊，调这个赭墨色，哎，你就这样去渲染，哎，染的时候，你看，对吧？到房顶的地方，哎，要注意它，哎，要注意它，啊，留出房顶积雪的位置。哎，下来，你看这个我们建筑的这个墙的部分就是赭石啊，对吧？你就用赭石就可以。哎，来一点，啊，就这样上啊，赭石加点淡墨，哎，淡淡的上一点啊，来一点。哎，看啊，赭石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小房子染出来。你看染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注意啊，到我们前面积雪的地方，房顶上积雪的地方，哎，轻轻的去染。你看，哎，这样去染，哎，一定要注意啊，颜色不要把我们留白的这个积雪，对吧？被颜色印上去啊，哎，一定要控制一个笔上的水分，一定要控制笔上的水分，对吧？你染到这个上边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哎，房上积雪的地方的时候，哎，稍微的留出点位置来，看啊，稍微留出点位置，这样它颜色，对吧？它不会阴到前边这个留白的地方。你看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稍微留一点位置，它阴的话，它不会阴到前面留白的地方。哎，下边这个上面往上面走的这个小道上面啊，它这个石头这个横切面，我们上一点赭石，哎，来点赭石。啊，到这个侧面的石头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我们要染侧面这个小土坡的时候，花青，对吧？用一点花青，花青里边你看啊，哎，花青里边稍加一点也是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对吧？稍加一点淡墨，染在我们你看寸的地方，哎，寸的地方，哎，上面还是啊，上面还要是留白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上面留白是积雪，哎，积雪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上花青啊，寸的地方来一点花青加淡墨啊，调这个墨青色。哎，你看啊，
稍微来一点。哎，下面后面啊，后面我们树丛的地方也用这个淡的花青，哎，花青调这个墨青色，哎，染一下，来一点。哎，注意我们，你看啊，炊烟的地方留出来，对吧？我们炊烟的地方一定要留出来啊！看炊烟的地方留出来，哎，后面树丛的地方，哎，上一点，上一点啊。远山，看远山也是，对吧？淡淡的用这个花青调的，看我们的花青啊，看花青的颜色，加一点淡墨，就是啊，你看两个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山上画的一个雪景啊，两个颜色，赭石加淡墨，然后呢花青加淡墨，对不对？这有两个颜色啊。哎，淡淡的，我们寸的地方来一点，哎，寸的地方来一点。也就是把我们就是说山上有凸起的、有凹进去的地方，哎，表现一下，哎，表现一下。下边续下来，看下面我们到这个下边小这个土坡的下面啊，这小山峰的下面，哎，用淡的颜色续下来，哎，淡的颜色续下来，哎，你看对不对？用淡的颜色我们续一下，哎，天空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上次我们画的这个雪景，天空是不是也是啊？用花青，用大一点的啊，花青也是用花青加淡墨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染这个天空也是花青，来点淡墨，花青，这个可以用我们对吧？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笔去画去染天啊，染天空，哎，花青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花青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少来一点啊，哎，少来点淡墨，哎，我们去渲染天空。来一点，哎，也是啊，我们上这个天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颜色啊，上面稍微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，就是说上边颜色浓，下边颜色淡啊，有一个这个变化，体现这个天空的远近。
过来，哎，前面的这个小的山头，哎，小的山头，你看，过来，对不对？染的时候，对吧？它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啊，哎，渐变的过程，上面浓，下边淡，看到这时候，到炊烟的地方，淡淡的流出来，哎，淡淡流出来，哎，看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炊烟流出来，让它上面颜色，你看啊，上面颜色稍重点，下来，看我炊烟的地方，哎，用清水，哎，渲染一下，哎，渲染一下，看这个时候，你看这个有炊烟的地方也是流出来的啊，也是流出来的，对吧？我们把天空的颜色，哎，上来一点，哎，上来一点。看这个，我们染这个小山头的时候啊，小山坡的时候，哎，你村的地方是吧？我们有村的地方，你就是用这个淡的墨青色，哎，稍染一点就可以啊，对吧？稍加深一下颜色就可以。它因为是描写的是，对吧？远处的小的山峰，哎，也不用说村的那么详细，哎，不用村的那么详细。哎，你看啊，下面对吧？我们湿了的地方，哎，你可以用这个墨青色，哎，我们再渲染一下，你看，稍渲染一下。你看我们竖着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没有用这个反水去浮勾，对不？它上面积雪怎么体现？哎，就得等干了以后，我们用这个白色，哎，用白色去浮勾啊，哎，用白色浮勾一下就可以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树干的上面，对吧？小树枝的上面，哎，你用白色，哎，去浮勾一下，把那个积雪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勾出来就可以。等干了以后啊，现在不要去勾啊，等干了以后去勾就可以。我们常讲啊，十分三面，十五分四肢啊。这个四肢怎么去区分？你看啊，我们下笔由上向下，你看啊，出枝的时候，对吧？由上，哎，由上先出树头的部分，哎，勾出来以后啊，你看，勾完以后，先把左边的结构，哎，我们画出来。你看啊，对吧？我们先把左边的结构
先画出来。画了左边结构以后啊，然后我们再画右边的结构。你看，右边结构。画这个右边结构的时候啊，你看左边结构它的这个曲折变化，对吧？我们右边的结构线，哎，要随着它左边的结构，哎，这样去变啊，哎，这样去变。你看，哎，注意你看，如果是我们右边的树枝，对吧？是前面你这个交叉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交叉的时候。交的时候，它这个结构线，你看啊，最简单的，我直观的给它画一下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是个平行的一个树枝，对不对？你要让它这个穿插到前面，这个结构线，你看，对吧？它是在这个主干的结构线前面，哎，这样就表现出这是前面的树枝，对吧？左边这是中间，你看啊，然后出完这个主要的枝干，出完以后，哎，向后穿插，你这是前面的啊，你看前面的树枝，哎，向上，哎，尤其有注意什么？小枝和我们这个哎枝干的这种衔接的时候，对吧？一定要有一个，你要注意它是有一个轻微的一个过渡啊，轻微的过渡。有的时候我们画树枝，你看画的时候，你比如说直接出完枝干以后，对吧？你出个树枝，哎，特别细，对吧？一看就是这个，不是长上去的，对吧？直接是我们嫁接上去的。长的时候啊，你看它有一个渐变的，你看它是一个渐变的过来，慢慢变粗，它不是突然间变粗的啊。哎，分一下树干的地方。那这就是啊，简单的我勾一下啊，简单勾一下，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树分四枝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前面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左面右，你看这个枝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后面的，哎，这就是后面的，让人整体看出来它这个树啊，对吧？前后左右，对吧？它是一个这个立体的树的这种前后关系。看，勾完树干以后，哎，你看，你把树的这种树形掌握了前后左右的关系，掌握了以后，你看，掌握了以后，我们比如说这是你画的枯树，对吧？我们这就是冬天的啊，哎，就是冬天的。你要让它长叶，对吧？你看，我们长上叶子，哎，对不对？它也成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你看，对不对？你长上叶子，它就代表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。你单单是枯树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表现冬天。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，这个枯树是，对吧？是个基础的啊。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枯树开始入手，你掌握这个树的四肢的前后左右的关系，
掌握了以后，你在后期的你在添数页啊，比如加页数啊、点页数啊，对吧？就按这样去安排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注意啊，这是我们讲的啊，数分四支，出支的时候啊，也有一个规律，你看啊，鹿角支，我们常讲的鹿角支，它是一个，对吧？三角交叉，你看啊，过来，哎，这样的一个交叉方法，哎，你看这样的一个交叉方法，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一个树杈，哎，一个树杈，你这样去画，然后再组织到一起，对吧？再组织到一起，就是说形成一个树冠。你看，我出一个大枝来，你看就这样去交叉啊。哎，你就一组一组去交叉，对不对？就说你熟练了以后啊，熟练了以后很随意，你就说把这个树枝啊一组一组的，哎，就能表现出来。